几个男人把女孩抬上餐桌，可女孩并没有害怕，而是扶起长裙，害羞地提起裙摆，露出蓝色的袜带。蓝色代表忠贞不渝，肉色则代表夫妻同心。随着众多男人焦急的等待，他解下来扔给他们，谁先抢到就预示着谁就能很快找到自己心爱的人。而终于抢到蓝色袜带的男人突然被刀抵住了喉咙。I will have them both, sir. 接着蒙面人吻起袜带，认定了她就是他要守护一辈子的女人。就算她已经嫁为人妻，也阻挡不了他对妮娜的爱。原来这个蒙面男人叫尼尔森，在妮娜盛大的婚礼那天，他远远站在人群中，只看了她一眼，便被她那无与伦比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他默默的等待，终于在婚礼的传统环节中得到了妮娜的蓝色袜带。婚礼结束后，正当妮娜和她的丈夫准备享受他们甜蜜时刻的时候，房间里的帘子突然被撩开，出现了国王查理一世的侄子。他笑着递给卡特一杯酒，似乎在庆祝，实则是故意打断了这对新人。卡特脸上虽然不悦，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不满，因为他根本不敢得罪她，毕竟他娶到了男人们都想得到的美人妮娜。自从尼尔森得到了那条蓝色的吊袜带后，便把妮娜视若珍宝。即便他是个冷酷无情的杀手，但面对妮娜，他却心甘情愿充当她的护花使者。无论妮娜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不会拒绝，甚至手被火烫的冒烟，他也绝不喊痛，生怕妮娜觉得他软弱。可是多次的殷勤举动渐渐引起了妮娜的疑虑，他不敢向妮娜表示爱意，生怕说出来妮娜会把他赶走。于是他谎称自己在等待上战场的机会，妮娜便没有再追问。然而妮娜的丈夫早已察觉到尼尔森的心思，在一次战斗的混乱中，他从背后给了尼尔森致命一刀，想要彻底除掉这个隐患。谁知尼尔森并没有死，反而让卡特失去了这个得力助手，导致双方战斗中失去了一座城池。国王愤怒之下下令将卡特处死，妮娜就这样失去了第一任丈夫。祸不单行，她也被国王赶出了皇宫。就这样，她身无分文的流落街头，恰巧遇到了一名商人，并好心的请她吃饭。在妮娜吃完一顿饭后，商人便开始露出了真面目，强迫妮娜如果跟了他这顿饭钱就不用还了。即便妮娜再三祈求，这个无耻的商人依然不为所动。绝望中，妮娜抓起桌上的尖刀，毫不犹豫地刺向了男人的喉咙。为了逃命，她迅速穿上商人的衣服，拿走了他的枪支，伪装成男人的模样。从此，她成了被通缉的罪犯。她急忙逃进森林，准备暂时避避风头，却被商人的朋友杰克追了上来。杰克怒气冲冲，是要为死去的朋友复仇。在这生死关头，一个蒙面男人突然出现，瞬间将杰克和他的小伙伴打倒。原来这个蒙面人是尼尔森。当他将枪口对准杰克时，妮娜急忙跑过去拦住他，请求放过杰克一命。尼尔森听从他的请求放了杰克，但要求杰克留下钱伪装成抢劫案，以避免有人怀疑他。可是杰克怎会轻易罢休？当尼尔森得知她的丈夫去世，他竟然笑了。 Can we dress in my skirts again? Must you? Must I what, sir? Put on your clothes. I mean only to swim. 遭到拒绝后，他并未放弃，而是继续协助妮娜把抢来的钱转捐给起义军，希望通过这些资金推翻王朝，替死去的丈夫复仇，同时也为百姓争取一份安宁。途中，敌人终于发现了他的行动，尼尔森奋力拖延时间，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周旋，给妮娜争取了宝贵的逃生机会。最终，尼尔森孤身一人，敌众我寡，被抓进了牢房。妮娜也没能顺利逃脱，她被追到了一座教堂，眼看已无退路。令她意外的是，带队的上校竟然认识她。妮娜看到了这位昔日的面孔，便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遭遇。上校听后深受触动，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不再追究，反而表示理解。接下来几乎每天，妮娜都会与上校聊些生活琐事，聊兴趣，聊家庭，聊人生。原本立场中立的上校，很快便被妮娜的真诚所打动，最终决定站在起义军一方。与此同时，随着两人日渐亲近，上校渐渐对妮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最终，他将她接到自己的府邸，两人商定择日结婚，开启新的人生。尼尔森经过千辛万苦，动用了所有关系，终于得以出狱，却看到了让他心如刀绞的一幕。不久后，杰克找上了上校，要求派人手捉拿一名乱世妖姬的罪妇。这时，妮娜刚好从房间出来，上校并不知她曾经杀过人，于是向杰克介绍她是这里的女主人。杰克认出了妮娜，但碍于上校的面子，他并未揭穿。等杰克离开后，妮娜急忙追问上校，得知杰克来此的目的竟是来抓她，她几乎崩溃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快，杰克通过法律手段将妮娜带上了法庭。妮娜心里绝望透顶，以为这次她真的无路可逃。然而没想到的是，尼尔森再次出手相救，他秘密绑架了杰克的女儿，剪下一小束头发，并写了一封信，将其一起送到杰克手中。杰克看到信和女儿的头发，最终无奈地站起来，向法官宣称自己认错了人，并发誓此事不再追究。法官随即宣布妮娜无罪。这时，妮娜终于摆脱了罪名。然而杰克却气得双手发抖，心中充满仇恨。妮娜误以为是上校在背后帮助了他，于是向上校坦白了自己的过去。上校听后却说没有过去，只有未来。这时，妮娜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她怀孕了。上校眼含热泪，幸福地靠在她肩上抽泣着。可怜的尼尔森却替别人做了嫁衣。妮娜和上校顺利举办了婚礼，但就在这个幸福的时刻，一位不速之客闯了进来。那人受国王的命令，要求上校立刻进宫。临行前，上校拜托尼尔森一定要在他不在的日子里保护好妮娜。上校刚进入皇宫，便遭到了刺杀，因为国王早已知道他有造反之心，便设下了圈套。
就这样，妮娜的第二任丈夫也没了。站在丈夫的遗体旁，妮娜回想起和上校的美好时光，心中充满了疑问：为什么命运总是如此残酷，似乎在与她作对？还未等她想明白国王的人，便已赶到，毫不留情地将她押入了监狱。因为怀有身孕，她暂时逃过了一劫。在狱中，妮娜经历了无尽的痛苦，终于到了临盆这天，尼尔森则守在牢房门外，不曾离开片刻。妮娜的每一声痛苦的呻吟，都仿佛在撕裂尼尔森的心。当她终于生下孩子时，整个监狱都沉默了，唯有接生婆失望地抱着孩子出来，告诉尼尔森这是一个男婴，但已经没有了呼吸。尼尔森走进牢房，妮娜已不再哭泣，她已对痛苦感到麻木。妮娜请求尼尔森带来她的婚纱，她要和她的丈夫一起在黄泉路上团聚。I have no home if you be hanged. Then wander the world. For hanged I must be. 最终，他被带上了绞刑台，命运似乎永远与他作对。行刑官竟是那个一直不放过他的杰克，他冷酷无情，丝毫不留情面。看到妮娜的身体似乎不再挣扎，杰克终于松了口气，转身离去。与此同时，起义军成功攻占了皇宫，把国王押到广场，当众斩首示众。杰克刚走，尼尔森立刻解开了妮娜的绳子，将她从绞刑台上放了下来，并立即开始进行人工呼吸，拼尽全力抢救她。其实尼尔森早已混入了行刑队伍中，等待的就是这一刻。没想到妮娜居然真的被他救了过来，如今他又一次把妮娜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终于换来了与他第一次的牵手。明知道他是出自感恩，心里依然美滋滋的。Be my wife. I promised the best man in England I would protect you. Consider. 话一说出口，他突然有些害怕他拒绝，便急忙补充道 I do not ask for love. I do not ask for a marriage bed. I ask only that you let me serve you. 妮娜没有感动，但还是答应了他，因为在这个规则里面，怎么算他也不吃亏。结婚仪式刚结束，他还要再确认一遍。 Would you have me write you letters? Sexby, why have you done this? Duty, madam. 尼尔森是多么的爱这个女人，就算只是个名义上的夫妻，他都愿意接受。就这样，妮娜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决定回到上校的乡下老家，兑现他们曾经的诺言，过上隐姓埋名的田园生活。就在他沉浸于平静之中时，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出现在他面前，自称崇拜上校，满怀敬意地接近他。小伙子的真诚和淳朴让他渐渐放下了戒备。日复一日，小伙子带他体验农家生活，每天的笑声和温暖仿佛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渐渐的，小伙子对他的情感愈加浓烈。终于在一个傍晚，鼓起勇气告白。妮娜微微一愣，低声说道：“她已经有丈夫了。”可那小伙不肯就此放手，依旧耐心地编织着柔软的情感网。一次偶然的心动，妮娜终于不忍拒绝，献上了一个吻。这一幕恰好被村里的姑娘撞见，原来她是杰克的眼线。没过几日，村庄便遭遇了杰克手下的骚扰，烧杀抢掠不绝于耳。村民们终于将矛头指向妮娜，纷纷指责她带来了祸患。妮娜知道这里已无法立足，就在她犹豫离去之际，小伙子却毅然表示愿意陪她走天涯。而此时的尼尔森已被封为上校，随护国公踏上了前线的征途。尼尔森早已见识过护国公的残暴，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军人，只要有一个人不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除掉。尼尔森早就厌倦了这个无休止的战场，但身为军人，他不能选择逃避。直到那次意外中，他失去了半只手，才终于获得了脱离战场的机会。然而，当他再次见到妮娜时，身旁竟然多了一个男人。这一刻，尼尔森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愤怒，自己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女人？ Who is he? A friend. I never misled you, Sexby. You asked for no love nor marriage bed. And my heart promised you neither. Madam, I never thought you would dishonor me before all eyes. Madam. Do you lie with him? Let me go from here, sir. Where to? To him? Oh, but he loves you. He loves your innards. Where the light to shine, whereas I... Sexby, I am grateful to you. But I will never love you. 尼尔森气得肺都快炸了，一把将妮娜按倒在床上，试图用行动让她屈服。Won't you stop, sir? The law says you own me. 那一刻，尼尔森忽然意识到，这样的勉强毫无意义，最终放开了他，决定让他去追逐自以为是的真爱。
但当真正自由降临时，妮娜却感到一丝莫名的空落落，但终究还是转身去找小伙寻求安慰。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小伙的出现根本就是一场阴谋，他是杰克派来的诱饵，目的就是让世人相信他是颠倒众生的乱世妖姬。当晚，小伙在他的咖啡里悄悄下了药，不一会儿药效发作，妮娜头晕目眩，说话也开始变得含糊不清。小伙嘴角扬起一抹得逞的笑意，接着扶着他走到酒吧中央，把他放在桌上，准备上演一场羞辱他的好戏。就在这关键时刻，尼尔森闯了进来，他毫不犹豫的一拳挥出，将小伙打得倒在地上，又捡起一把刀，直接在小伙身上戳出无数伤口。整个酒吧顿时乱作一团，最后他抱起妮娜，头也不回的离开。妮娜渐渐清醒过来，心里满是愧疚，没想到他这么伤害了尼尔森，他还是这么为他赴汤蹈火。他哭着问尼尔森：“你怎么知道小伙是骗我的？”尼尔森称自己作为一名守护战将，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自己的眼睛。他跟踪小伙才发现幕后主使是杰克，他觉得只要有杰克的一天，妮娜就不能过上安慰的日子。说完，他站起身准备去解决杰克，妮娜连忙拦住他，眼里闪烁着复杂的光，他要亲手解决了杰克。尼尔森沉默片刻，最终点了点头。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并嘱咐他食物都准备好了，让他好好休息。可就在他要迈出门的那一刻，妮娜忽然拉住了他的手，那一刻妮娜才意识到这才是他要爱的人。 None but us now. Can you love a fool? For that I've been. My love began on the day you married Harry Fanshawe. I did not know I had a heart until that hour. 妮娜要尼尔森和他一起离开这里，去过他们的幸福日子。可尼尔森并没有急于回答，因为他还有一桩大事没有解决，那便是护国公的存在。护国公早已将国会的成员一一替换成自己的亲信，并成功铲除了所有的起义军。现在他几乎是独揽了整个朝政，军队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他登基称王的目标上。尼尔森知道这个祸害若不除，国家将会陷入一片无法挽回的混乱。为了铲除护国公，尼尔森苦练枪法，计划在登基的当天动手。而与此同时，妮娜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复仇之路。她得知杰克回到了曾经属于他的庄园，心中早已决定要亲自解决这个邪恶的男人。他通过密道悄悄潜入庄园，趁杰克在泡澡时，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枪。这个麻烦彻底被解决了。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妮娜来到了尼尔森身边，提议一起去开始他们的新生活。然而尼尔森却拒绝了她，他表示自己必须完成最后的任务，那就是除掉护国公。他告诉妮娜1周后在海边见面，如果他成功刺杀护国公，他就会和他一起登船去新大陆。但如果教堂的钟声响起，那意味着他的任务失败，也不必再等他了。妮娜也只能含泪点头。这一刻他感受到了从不爱一个人到爱他爱得死去活来，他真不敢想象失去尼尔森他将怎么办。尼尔森和马夫已经商量好了计划，护国公登基当天，马夫要绊住马腿让车停下来，尼尔森就能动手。然而命运总是捉弄人，出发前护国公与马夫谈起了约翰这个同僚，然而约翰这个人正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此时尼尔森早已埋伏在了护国公登基的必经之路上，尼尔森一直静静地等待着马车的经过。然而他万万没想到，马夫竟在这个关键时刻毁约了与尼尔森的约定。当马车缓缓经过窗前时，尼尔森愣住了，他发现车上根本没有护国公的身影。这一刻尼尔森的心猛然一沉，意识到自己被背叛了，那种无助与绝望瞬间袭来。此时外面传来了踹门的声音，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他不愿死于护国公的手中，便将枪口对准了自己。钟声响起的那一刻，妮娜的心脏仿佛被无数利剑刺穿，每一声钟响都带来无尽的痛苦。她跪倒在地，痛苦地哭泣了很久，那种痛仿佛无法承受。终于在长时间的泪水中，她想到了腹中的孩子，那个无辜的小生命。她深吸一口气，强忍着痛苦站了起来，决定要为孩子继续活下去，延续丈夫的血脉。就在她生下女儿伊丽莎白的那一天，护国公也因疟疾死于伦敦。此后2008年拍摄的历史迷你剧《乱世妖姬》将妮娜的传奇经历搬上了荧幕。妮娜原本是一个平凡的贵族女子，但战争的动荡改变了她的一生。她经历了3段婚姻，直到最后她才在最深的绝望中找到了真爱。